我同学的媳妇儿还有1个多月就生了，现在啥也不惦记，就馋肘子烩饭。这大小好天呢，我们也没客气，直接拎锅上他家炖来了，给他做了整整一大盆。这吃完踏实了，就感觉生孩子都有劲儿了。然后还约了一下，他生完的第43天，我带锅再来一趟。反正这会儿吃啥也不忌口了，就是啥过瘾吃啥，不用控糖了，就给他做了个椰冻，然后馋辣做了一锅辣酱汤。我们同学的爸晾的干辣椒让我使一半，用东北大铁锅炖的西北大盘鸡，完了给他家的花椒麻椒也清了，来了一盘子干锅牛蛙。我伺候过这么多人，现在都摸出规律了，就是最后过把瘾这个月，10个里边都有9个是馋辣，与众不同的那个他馋的是螺蛳粉。就我们同学点的烤排骨，说馋好几个月了，这排骨烤好了，他也溜达下班回来了，进屋衣服都不脱就干游戏啊。他说这2天游戏厂家搞人气呢，上线就随机送满级会员，要选道士直接送4级的月灵技能书，点击左下角进入直接享受内服的爆率，下图刀刀光柱，装备自由交易。这2天还有限时的登录福利呢，晚还做点奶酪棒，不说小孩愿意吃吗？我寻提让他媳妇儿体会一下，这是我头一次做，我发现这玩意真好吃。我跟我们同学在这你一块我一块，尝尝给尝没了，就直到我走，他媳妇都不知道我今天做过奶酪棒。来吧，强强了，蒸多、粥饭、干蛙、辣汤、烤骨、椰冻、嘎虾、大鸡、碧龙。这烤排骨小外女吃可高兴了，蹭一脸油还笑着说香香。完吃完饭保洁上岗了，我们属于是买做擦一条龙服务。我今天认真琢磨了一下这个事儿，就是如果我开不了饭店，我就打算给我们仨挂车了。这个商品名就叫流动的3狗黑伙夫。我前2天种草了一个榨油机，按那个卖家说的，这种古法笨榨的花生油吃着健康，炒菜还特别香。我寻思榨完可以给全家都分点呀，所以我一气买了30斤花生米。那炒花生的时候屋里得有40度，我感觉我们都要比花生先熟了。这机器我们也没使明白，鼓出了2个小时才鼓出这么多，完了还全是渣子，就感觉古法笨榨呀，我们就占了个笨。完家里没有酒精，这酒精灯里就点的 Zippo 油，但点这玩意儿好像给我点1氧化碳中毒了。当时很多事儿我现在都没印象了，我姐提了个气管子给我弟打烊，我到现在没想明白为啥。后来剩的那29斤半，我们就琢磨拿石磨给它磨成花生酱，但是这一下就多个大火。我们试了很多办法，发现还是一粒一粒拔最快，但这桌子上起码得有2万粒，这活实在是太让人绝望了，根本看不到尽头。后来我姐都要弃我们而去了，出门之前还人工磨个皮。她说这是她最新被种草的秘密武器 AKF 的散粉，这粉老细了，还很贴合肤色，上脸很自然，秒磨皮，上妆一整天都不带脱的。关键是在实惠 APP 买直接3折，才花20多，点评论区还能领188现金，老划算了。但他走了，我们还得接着扒呀。就这画面在电视上看着，都得以为我们接受劳动改造呢。后来就爱咋咋地吧，我们拿花生米出去社交去了，车里坐不下了，就把大驴先留家磨着了。完开饭店的哥们非常热情，非要留我们吃一顿。我们当时心里惦着大驴啊，是1万个不愿意啊，但是社会上的人情世故他没办法。我们坐在那如坐针毡呢。后来看了会儿他直播拉磨才解压了不少。完赶得也巧，他磨差不多了，我们也回来了。该说不说的，他磨这个花生酱是真好。我发现拉磨这个事儿他确实有天赋，我仨决定以后不拖他后腿了，拉磨这活就让他个人干了。完剩了点花生，就连之前剩的芝麻一起做酥糖了。DL 自己磨了1宿的花生酱，我们必须得重视啊！拿它做了一个超大锅的海鲜砂锅粥。这一天1宿啊，花生油未遂，花生酱还给吃没了。从520干到521啊，难以想象啊！520这么好的日子1宿不睡，居然是因为拉磨，我掐了。我奶啊87了，从来没吃过蛋堡。完了他还洗命，他觉得外面这种小摊的肉不好，我干脆买个机器，我说咱回家自己做。但我也没做过这玩意儿啊。我努力的回想了一下我的夜市上吃的这些师傅做的不少。后来终于让我想起来了，我有个前女友在夜市吃腰子从来不加糖。你说这个那他气不气人？完我研究了一下，这玩意儿就3步：把鸡蛋整熟，把肉馅整熟，把糊倒进去给他们都整熟，勤刷点油，把那皮儿烤脆了就完事儿了。然后最重要的是要刷多多的酱，再撒上孜然和芝麻，你就吃去吧。你这边在那吃，那边枪毙你2大爷，你都不心疼。我爷我奶一人空口吃俩，完我奶让我再烙一锅，明天早上吃。但没肉馅了，我说我下楼买点。我奶颤颤巍巍的就过来了，说没有就别往外折腾了。奶这正好有一盘肘子，你看能不能凑合凑合？
这肘子放的确实比肉馅香，一共就烤仨，出锅就让人说半贵了。完我把大家剩的米饭做成烤饭团了。弟说这个热量爆炸呀，这得运动运动再吃。他拿着华为电子表设了一个1000米的燃脂跑，这表是前两天我俩趁得物活动买的，打完折才500多块钱。经典的外星人表盘，还有好多运动功能。这两天正好有官方的限时补贴活动，除了数码产品，衣服鞋都打折。点评论区链接或者上得物搜126962就行。完我弟跑了没有200米就瘫沙发上了，热量还没爆炸呢，心率先爆炸了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我这个蛋堡的成本大概是1.5块。要是夏天能出夜市的话，我打算咬咬牙狠心卖3块。完临走之前给我爷我奶明天饭也安排出来了，早晨喝粥吃土豆丝煎蛋，中午喝粥吃红豆饼和韭菜盒子，晚上喝粥吃他那肘子蛋堡和玉米烙。我奶说你不行，你买俩花卷上来吧，你爷不能一天光喝粥啊，那也吃不饱啊。哎呦我操！我今天早上上市场买菜，看见一个档口有一个特别大的电磨在那卖现磨的芝麻酱和香油，那味儿老香了。我在那个摊主的极力推荐之下冲动消费了，我买了20斤芝麻回家自己磨。这回再用石磨吧，我们就有点经验了。我们上来就把眼罩套上了，但是芝麻并没有黄豆那么扛霍霍，搅快了就成渣子了。要想磨出很顺滑的芝麻酱，就只能这样慢慢悠悠的一圈一圈推，然后一次呢只能倒这1勺芝麻。这几盆我估计得盛个8000来勺吧。但磨芝麻酱不加水，石磨用就堵了。卖芝麻的告诉我，这个时候你点香油就好了。他这办法倒是好用，但是磨香油的时候往里点香油，那世界上第一滴香油是怎么来的呢？这10斤芝麻正好磨了10个小时，然后按比例倒热水给它搅一搅，香油就浮上来了。哇，这个事儿太神奇了！它刚开始的时候就跟麻酱一样，但是不断的敲打就会浮上来很多很多油，而且芝麻在磨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香了。我寻思磨成芝麻油不得更香啊！我们趁热赶紧尝了一下，这10小时真不白干呢，它跟外面瓶装卖的一点都不一样。我们自己磨这个香油一点香味儿都没有啊！我操了，哥们儿仨的他没有芝麻味儿啊！然后在崩溃的边缘，我们又开始磨芝麻酱了，但我实在是没心态了，我出来拾到我这些手机。这是为了感谢粉丝支持，联合拼多多做的福利，都是全新正品的 iPhone 13，链接放到评论区了。大驴已经要下手了，你们也赶紧掏一下子。我麻酱磨了2个小时，实在是磨不下去了，已经磨了16个小时了，再磨就不是心态崩了，心脏就要崩了。早晨倒点自制的香油，再倒点之前自制的蚝油，调个油碟。麻酱咋回事就别问了，你瞅我弟倒那玩意儿就明白了。我真服了，16个小时啊，那怎么香油不香，麻酱还干苦呢？完，我们昨天还特意在饭店借了一个奔驰锅，但家里电磁炉不行，我们又给它端到炉灶上去了，磨了1天1宿芝麻呀，到最后居然买的现成的调料，完蘸着吃顿火锅。我这一下彻底崩溃了。那原来我咋的也是一顿饭吃6-7个菜的手的呀，怎么现在一天吃1顿正经饭这么困难呢？我最近特别想吃烤鸭，但是饭店动辄188一只，吃一顿就给我兜头洗碎，所以我高价买了个商业版配方，打算在家实现烤鸭自由。配方上说烤鸭要想好吃必须得用砖炉，于是我买了2吨建材和3瓶速效回家搭炉子，但是从我搭那天开始就一直在下雨，3天下了8回，根本封不上顶。我估计等这炉子晾干投产呢，我他妈可能都穿上秋裤了。后来我和鸭子都有点等不及了，就决定路见不平绕道而行，我直接买了个烤鸭炉。然后这配方特意强调了，就一定要把气儿打匀，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用嘴吹，这样口感会更佳。我严重怀疑这话就是骗同行的，但就在我怀疑这功夫，胖已经给自己吹没劲了。为了缅怀他和这只鸭子，我们非常认真的对待了每一个步骤。终于在30多个小时的制作过程之后，我们迎来了一只俏黑的狗黑鸭。我操，哎呀我后来我又失败了几次，但我想通了一个事儿，就火候肯定不是3-2天能掌握的，我们应该扬长避短，我们的长项是熬啊。所以第2天8点，一人一个小板凳，准时坐着开熬。完我还加了个好运 buff， 我把之前在得物买的黑曜石手串也带上了，我可太需要点好运了，这月我都已经买仨了。正赶上他们最近搞活动，这种好看又有好寓的小首饰很多都是8折起，链接我放评论区了。七不知道给对象买啥的可以去看看，没对象呢就看给自己买点啥吧。完这回再开盖，鸭子终于成了，烤得越来越好，还给邻居送2只。当然前面那几只也没白牺牲，在实现烤鸭自由的路上还收获了一波鸭架糖自由。后来这烤鸭出炉了，我1秒也等不了了，火速给它装盘上车了。这鸭子片的滋滋冒油，真要我命啊！
特别是这鸭皮，这蘸满白糖吃可太爽了。不过仅有的理智还是让我们保持住了一点仪式感，一口一饼酱不流嘴，是我们对这只鸭子最后的优雅了。真的，我吃这烤鸭的时候热泪盈眶的，想想我这几个月的经历啊，从美食博主干成真实博主，甚至还一度干过户外博主。我现在终于回到美食序列了，我操，整整3个月呀！你知道这3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